比如说我要装在一台汽车上去发电，我就必须要考虑到我回收的这个废热的电力跟我这个系统的重量有没有办法搭配。如果说我系统装上去很重，所造成的耗油根本弥补不上你需要的你回收的电力的话，那实际上就没有节能的效益存在。那因为现在的热电材料的性能还不是那么好，所以就会造成说我的回收效益其实没有太高。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这块技术上面不断的投入下去开发。这里是中钢的厂房，目前这里已经开始运用热电材料来回收热能。大家看看，这面墙的另一面是锅炉，锅炉反应产生的热也会让这些管线、墙壁的温度升高，而这些能量过去就散失在空气中。不过现在我们能经由贴在墙上的热电材料，将热能回收作为电力。那其实实际上它也可以拿来做发电。那在民生上的话，发电有些是用来，就比如说，有些放在炉具旁边，所以它有温差，它产生热，所以这个出来的微电量它就可以点亮电灯。那有些地方的话，其实实际上现在最主要的开发目标是放在汽车的排气管上面，那这样子制造出来的温差所使用就可以转换成电力，那这个电力就可以给汽车里面的电子系统所应用，因为它出来的就是直流电，不需要再经过转换。那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用在工业上，工业上的废热可以回收回来，那进行发电使用，那它可以弥补现在工业废热里面有很多部分的温度是没有办法回收的那个部分的热量。热电材料目前还没有办法广泛应用，而且大家投入在研究，就是因为热电材料现在的效率还不是太高。比如说我们在300度到500度的温差的范围之内的话，它的发电转换效率大概差不多8%左右，所以其实比像气电共生大概效率可以到80%来讲，它差距值就很大。所以因为它的效率不好，可是问题是它的重点是在于说，以气电共生来讲，它可能回收的温度范围必须要在300度C 到500度C 这个部分。那温度越低，它的效率就越差。所以等于说300度C 以下的废热，我可能是用预热回收。那在低温，比如说到150度C 的时候，就没有目前来讲的话，没有更有效的技术。那对热电材料来讲，因为它的材料特性不一样的时候，它可以不管你这个热是来自于太阳热能、工业废热，或者是体温发热，它可以根据不同的热能形式做不同的系统设计，所以都可以进行热能的回收。那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实际上热电材料因为它的局限比较小，那所以只要把它的材料特性给增加上来，那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大量的应用在各种各式的热能回收发电的再生能源利用。